把小青带回来了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我和小青现在是彼此唯一的亲人，往后我会好好照顾她。嘉欣跟我说，他正在跟王希逸打离婚官司，等他们走完流程，就再也没有关系了。你现在啊，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你跟王希逸还是有很多机会的。别光说我，这也是你的大好机会吧？哎，对了，今天下午我约了嘉欣一起喝咖啡，你去吧。好啊，那一起去吧。我是让你跟他一起去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怎么是你啊？安娜呢？你还没看出来这是我妹妹的把戏吗？看来你跟你妹妹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。你离婚的事情进展还顺利吗？这给你。明年在多伦多有一个新锐设计师艺术展，是你打开国际知名度的好机会。你现在作品太少，趁现在化悲愤为力量，创作一些新作品给我。可是，距离收件日期只有半年的时间了。所以啊，你得抓紧。或许，你可以发展一些纪念品的系列作品。你提醒的对，我确实应该抓紧时间，准备新的作品了。哦，对了，隔壁的酒店正在准备艺术展览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正好我也想找一下创作的灵感。我下午还有事，我得先回公司一趟，要不下次？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学着伪装，学着说谎，说我真的从来没有受伤。习惯平凡，习惯被忽略的模样，不知道你已经体谅。一段阳光，童话一样，爱的天使终于来到身旁。多么短暂，有多么幸福的天堂，不属于我就该遗忘。我渺小的愿望和卑微的目光，不过是想要你温暖手掌，轻轻地拂过快要愈合好的伤，可以依靠的肩膀。我渺小的愿望，却太沉的重量，被爱的向往，委屈的手掌，靠在你的肩膀，幸福过的家乡，就让它陪我。你之前问过我跟你前夫的感情问题，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一直缠着我，其实我心里有点烦。我纠缠你，
我还不是为了把你给追回来。或许他是对你旧情难忘吧。不，感情再美好，也只能是过去，互不打扰才是最好的结局。互不打扰。陈嘉欣，你怎么总被情绪左右啊？只是这整件事，让我对我经纪人很抱歉。哦，你为什么要对迪伦抱歉啊？因为我假装和他在一起，让我前夫以为我已经谈恋爱了。我就说吧，我就看着觉得不对劲儿。如果不喜欢他，就别耽误人家了。听你话里的意思，我觉得你还惦记着你前夫。你前夫应该十分确定，想跟你。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偏袒我自己了？那不行，嘉欣是对迪伦没感觉，那不代表迪伦对嘉欣没感觉。万一哪天嘉欣想接受新感情，接受迪伦怎么办？这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不太好？我们见一面吧。这一次我一定会赴约，有些话当面说会比较好。好，我一直挺想跟你见一面。就这么说定了。明天我会带上琉璃剧，希望我们都会有重新认识彼此的勇气。早啊，亲爱的。等等，昨天某人还说要保持距离，今天一大早又是吹头发又是化妆的，我看你魂儿都被 W 先生给勾走了吧？他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人。那我呢？闺蜜是任何人都不能比的。你嘴越来越甜了，陈嘉欣。不过说真的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不管是 W 先生，还是迪伦，还是王希逸，只要你做的选择，我这个当闺蜜的100%支持你。只要你不要被过去绑住，变回那个从前都不确定的陈嘉欣。谢谢你自己。走了，去吧。记得吃早餐，等我回来哦。拜拜，拜拜。
王希，你行的。分分合合，我们看得已经够多，走过的足迹，早数也数不尽。习惯交手，更像是依赖难放手。我眺望着那颗星星，让它和我的寂寞相对应。爱能不能一呼唤就来？爱看我们多少能耐。据说摘一朵琉璃苣，默念对方的名字放入水中，如果花随水飘走，就代表有缘无分；如果花飘在水中央，就能天长地久。陈嘉欣，我们终于又可以重新认识彼此了。你先别说爱我，还先别为我心动，不管童话什么结果，都该有个深刻的开头。至少有一份默契，你总会找到我。只有你懂我没起手，命中注定我不会躲。我会享受时间给的那些错过，我没失去过你。到早了，怎么懂得珍惜？期待，开心。就觉得像天长地久，茫茫人海只看见你，饱满的爱意我也是。你就够爱，能不能一呼唤就我已经3年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过去3年，我都过得小心翼翼，不敢让自己开心。偶尔应该愉快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小西米，开心瞬间就会变成愧疚。当妈妈的怎么能忘记自己的孩子？因为你的出现，我发现我不是孤单一个人，原来还有别人跟我一样，别人可以走出来，我为什么不行？是你让我有了摆脱过去的勇气和重新开始的动力。这些话我们见了面可能就说不出口了。谢谢你 W 先生，你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放下过去，重新出发。你想要的是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。至少有一份默契，你总会找到我。只有你懂我没起手，命中注定我不会躲。I'm looking for you, I'm waiting for you, and loving with you。你是 W 先生？迪伦？你是 W 先生？你真的是 W 先生吗？
嘉欣，抱歉，这3年来，我好像一直进不了你的心，所以我才想变成 W。嘉欣，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一点，但是我无能为力。我真的很在意你，从看见你第一眼开始，我就忘不掉你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就可以出现在王希逸之前。不，你就是 W 先生，在这之前都不算，你就是新的开始。W 先生是上天对我最好的安排。为什么突然让我替你？感情上，你可不是一个大方的人。因为 W 先生绝对不能失望。为什么？W 先生对嘉欣来讲非常重要，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帮助嘉欣走出伤痛的人。我本来想用 W 先生的名义帮嘉欣打开心结，再告诉他我就是 W 先生。其实他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。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？因为我到今天才发现，嘉欣痛苦的根源就是王希逸。W 是谁都行，就不能是我王希逸。如果嘉欣知道我就是 W 先生的话，他对 W 先生的所有幻想都会破灭，他就又会失去一个可以说心里话、可以倾诉的人。他想要重新出发。其实这几年我一直在纠结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嘉欣一直不肯原谅我，所以我制造了很多巧遇，包括去我丈母娘的面摊帮忙，死皮赖脸的缠着她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她原谅我。但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情，我没有站在嘉欣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他现在最想要的就是摆脱过去，他花了3年的时间，才把自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我却在一直提醒他，过去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我会尽快办理离婚手续，让你跟嘉欣之间没有障碍。我现在才发现，你真的很爱嘉欣。一切都晚了，答应我，要好好照顾嘉欣。希逸跟我在喝酒，
你来接他吧。一个人，心情不好，我请你喝点酒，喝2口抒发抒发。啊，走。你别碰我！没碰你，我这不是110吗？哦，对，我们这儿有个醉汉。行，哥们儿，你蒙谁呢？电话都没亮，不玩了啊！里面有的是妞等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回家路上正好看见你，感觉你有心事，我不想打扰你的，但看你这样子，我又有点担心，所以就没忍住跟过来了。我没事儿，不用担心。既然你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安娜，这儿不安全，我帮你叫车吧。算了吧，不麻烦你了。要是被秀玲姑姑知道了，她又要说我没事找事。不要再逞强了。希逸，我可以理解成，这代表你很关心我吗？我总不能放着你不管吧？那你和嘉欣和好了吗？我和嘉欣已经结束了。把这2个对调一下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哎，这怎么没有东西啊？是在等新的作品吗？嗯。我的纪念品。之前就说是你买的，你还一直不承认。你是他的主人，那就由你来放吧。
不，还是你来吧。我先去办公室整理资料。中午一起吃饭。嗯。这是以 W 先生的名义买的。你带过来的意思是？这是嘉欣最珍贵的东西，替我保管好它。替你？你去让参加开会的人准备一下。好的，一个。喂，晚点有空吗？怎么了？舞蹈教室开业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觉得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，想问问你的建议。那下班之后我过去吧。嗯。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芭蕾舞者，基本功是很重要的。像拉筋和压脚背这样的基础课程，我知道特别乏味，小孩子们也不懂，练着练着吧就容易抱怨。但作为老师，我必须帮他们把基本功都练扎实了。可是很多家长就觉得我没有教动作。安娜，不是所有学芭蕾舞的人都想成为专业的芭蕾舞者，或者说必须要学有所成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可以在这些家长给孩子报名之前，先问清楚家长想要什么，孩子想要什么，这样呢能减少很多矛盾。你等一下再说。来啦！谁来了？我哥和嘉欣。安娜，该说的我说完了，我先走了。留下来吃晚饭嘛，我烧了一桌子的菜。不用了。我和嘉欣正好在你家附近，你说你在家，正好过来看看你。不知道你有客人，打扰了。我们两个正好有其他的事情。哎，不是你们怎么一个个都说要走啊？这是干嘛？又不是不认识，对不对？过去的事不都翻篇了吗？谁都不许走，留下来吃饭。我给你盛碗汤。谢谢。西西尝下这个肉，特别好吃。还有这个鸡蛋，多吃一点。谢谢。西叶，尝尝这个鱼，下午啊，我去菜市场买的，可新鲜了。我查了好多食谱呢，特别改良的，快试试。来，嘉欣，你也尝一下。如果觉得有进步空间呢，你可以指引一下安娜。是啊，嘉欣，你到时候不要笑话我哦。好，我尝尝。好吃，我都想找你要你的独家食谱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嘉欣这样的大厨都说好吃了。一会儿啊，我用微信把那个食谱发给你啊。好。哎，回头是不是准备做给我哥吃啊？迪伦最喜欢吃鱼了。哥，你也太有口福了，有嘉欣这样暖心的女朋友啊，真让人羡慕。是吧，西叶？西叶，你嘴巴上有油，我帮你擦一擦。好了，谢谢。安娜，麻烦你帮我再拿一双筷子吧。
嗯，谢谢。走。哎，你们，安娜，给他们一点空间吧。我相信王希能处理好的。你拉我进来干嘛？他们会怎么想？我们不是已经理清好关系了吗？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管好你自己。你跟迪伦在一起很开心吗？不然呢？他懂我，包容我，他愿意花所有的精力来陪我。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。是，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。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保持应有的距离。你现在要做的，是好好爱安娜。8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的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舞蹈课就上到这儿了，回去之后要好好练习哦。谢谢老师，拜拜，拜拜。干杯！真好喝。以前在舞团的时候，这东西我只能喝一点点，还要担心被团长看到。哥，跟嘉欣在一起感觉怎么样？幸福吗？好像跟我们之前相处的样子没什么差别，除了什么？除了像是在扮演另外一个人。为什么？哥，我从女人的角度给你一个建议啊，你就是太温和、太绅士了，所以才这样一直不温不火的。好了，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清楚。如果一个人不喜欢你，你的绅士就会变成软弱，你的主动呢，反而会被解读成死缠烂打。你的热情会让他逃避，
你的体贴会变成他的压力。好了，别光说我了，说说你吧。如果王希逸没有办法重新爱上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能等。这不是等，是消耗。不是，绝对不是。我们之前那么相爱，希逸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感情是没有办法勉强的，更不可能不考虑现实情况去强行改变对方。谁说不行？之前希逸说不想跟陈嘉欣分开，还在离婚协议书上说要把一半的财产和监护权全都给陈嘉欣，可最后还是分开了3年。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改变的。一半的财产和监护权给嘉欣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个，我听希逸说的。好啦，不聊这些了，来喝酒。你说老家办场怎么了？结婚本来就是2个人的事，什么都要听你的，那怎么跟你过嘛？没法过就分手，没人跟你跟我过一辈子。你这分就分，谁怕谁啊？滚！分手！嘉欣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你们怎么又吵架了？难怪人家说婚姻是种互相逃跑的艺术。这婚我不结了。唉，你说我们高考的时候准备的有没有这么充分？其实，再盛大的婚礼也不能保证你婚姻的幸福。你看，我结婚的时候，整个岛的岛民都来了，结果呢？至少你不用经历这么烦人的过程。唉，别烦了。过来人告诉你，其实婚礼呢，最重要的是新郎和新娘是谁。你将来想和谁携手过日子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已经1周了吗？为什么明明天天跟迪伦见面，反而觉得跟 W 先生越来越陌生了？你醒了，赶紧收拾一下，跟我出门，我等你。快去。这么早去哪儿啊？哎，有很重要的事你就别问了，赶紧跟我走就对了。快点去啊！这是传承第1次调整配方，所以市场的反响度特别重要。你跟夏至那边再次确认一下，仅有版传承第1批的出货量，包括下个月的出货量也要跟进。把这3年传承的出货量做一个横向分析，这次市场的反响度特别重要。兰森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说吧，婚礼预算还是婆媳矛盾？都不是，我那个可能没法结婚了，我跟思琪分手了。分手了？嗯。我不是把婚礼、蜜月跟房子首付都给你报了吗？你怎么还能搞砸？呀，不是啊，那他怀了孕的蜗牛都能跑，那煮熟的鸭子怎么就不能飞了吗？
这么昂贵的钻戒我配不上，还给易总。你确定你不后悔？等我后悔想要的时候吧，让他赚钱买个更大的给我。你都已经分手了，为什么还给你买戒指？分手了就不能复合吗？分手了还怎么复合呀？你说呢？芊芊，其实，芊芊，其实我之前就想过了，是我的错，真的是我的错，我没有考虑到你。不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要那些面子工程有什么用？除了能在家人同事面前炫耀一番，整个办酒的过程既劳心又劳力，结婚的意义根本就不是这些。安森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有你天天陪在我身边，陪我玩，陪我闹，陪我吃好吃的，跟我斗嘴。我也为你改掉了我的臭脾气。最后让我们决定走向婚姻的就是这些不够浪漫，但是温暖又很舒心的生活片段啊。因为我们都觉得，有了对方，比一个人生活得更好，才决定结婚的，不是吗？我很庆幸，我想明白的不算太晚。所以呢，我不要什么豪华婚礼了，我只要你把欠我的膝盖还给我。膝盖啊？我会享受时间给的那些错过，我没失去过你，怎么懂得珍惜？第几分钟就觉得像天长地久，茫茫人海只看见你，饱满